大家好，欢迎来到蝴蝶飞飞。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赵敬诚是个善良的小伙子。明朝正德元年6月的一天下午，赵敬诚卖完了柴，买了些生活日用品后，匆匆朝家里赶去。走到槐树岭的时候，他忽然有些尿急，于是提了裤子，准备去草丛里方便一下。哪知他钻进一片深草丛时，竟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正拎着一根拐杖，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问道：“你要干什么？”那声音十分细腻，完全不像是从一个老婆子嘴里发出来的。我行个方便，对不起了大娘，我另找地方。赵敬诚吃了一下，赶紧转过身，快跑几步，另觅地方。小姐一边释放，他一边寻思：那老婆子拎着拐杖坐在草丛里干什么？难道她也是行方便的不成？不久，赵敬诚释放完毕，转身欲走。这时他发现那老婆子还未起身，并且嘴里发出了哎呦哎呦的一阵吆喝声。赵敬诚眉头一皱，不由自主地问道：“大娘，你咋了？”“我被毒蛇咬了，走不了路了。”老妇人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道。赵敬诚心头更是诧异，他这声音怎么又变了？不过心善的他没来得及多想，赶紧跑上去，扒开草丛道：“毒蛇在哪儿？大娘，它咬你哪里了？快指给我看看。它咬我身上了。”“你不要看。”老妇人一急，又恢复了细声细气的声音。赵敬诚也十分着急：“你若不让我帮你把蛇毒弄出来，一会儿您就会中毒的，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你。我自己已经把毒血放了，现在就是走不了路。小伙子，你住在哪里的？”老妇人定了定神，又用沙哑的声音询问。赵敬诚如实回答：“我住在小泉村，离此地还有7、8里地，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啊。”老妇人一阵喃喃，又抬起头来，仔细瞄了赵敬诚几眼，道：“看你身子骨倒是结实，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背动我。”“我当然能背您了。”赵敬诚傻傻地笑了笑，摸了摸后脑勺道：“我明白了，大娘，您被毒蛇咬了，现在行动不方便，想让我背您回家吧？你小子倒是挺聪明的。”老妇人讪讪地笑了笑，又道：“不过嘛，我没有儿女，如今更是无家可归了，实在不知道去哪里养伤啊。我看你小子面善，不如你把我背回你家里，让我住上几天如何？你放心，我会给你银子的。”说罢，老妇人左手往怀里一摸，竟摸出几两碎银子来。赵敬诚想了想道：“去我家倒是没有问题，不过我家里比较寒酸，还希望您老不要介意。我是去养伤的，又不是去享福的，我怎会介意？”老妇人忍不住又笑了笑。赵敬诚跟着笑道：“只要你不介意就好。”说罢，他走到妇人面前，弯下腰来道：“大娘，你上来吧，我让你收银子。”“你为何不收？这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我不能收你这么贵重的银子，哪有嫌钱多的？你可真是个傻子。”老妇人笑着将银子揣进怀里，又道：“既然你现在不需要，那我就暂时替你收着，等我伤好了再给你不迟。你还是不要给了吧，反正只要有我和我娘一口吃的，就不会把您饿着。”赵敬诚边起身边道：“这个老妇人不足100斤，背起来倒是十分轻巧，而且她不同于其他的妇人，身上不仅没有那种怪怪的老年人味道，还有一种特别的体香。”赵敬诚闻着那香味，竟是一阵心旷神怡。那老妇人趴在赵敬诚身上，没说几句话，竟睡着了。赵敬诚不忍打搅，自然也闭嘴不再言语。不久，二人到了小泉村，村人马德才见赵敬诚背了个陌生妇人回来，忍不住笑他道：“敬诚，
你从哪里找了个大媳妇回来？马叔，您别瞎说，这是我大娘。赵敬诚赶紧解释，不曾想身后的老妇人忽然冲马德才发飙道：“他娶大媳妇碍你什么事了吗？少见多怪！”哈哈哈，没事没事。马德才掩嘴一笑，又问那老妇人道：“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喜酒啊？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们送个大礼。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不送才收拾你。”老妇人也是毫不客气地回答，这话却让赵敬诚感到十分着急。大娘，你别跟这马大爷一般见识，他嘴巴不饶人，经常喜欢取笑别人，但他心肠不坏。没错，我可是个大好人啊，可惜我已经有婆姨了，不然我就帮敬诚把你娶了，免得让他被人笑话。马德才仰头一笑，又道：“你放心，只要你们请我喝喜酒，我一定给你们送个大礼。如有违背，我愿遭天打五雷轰。”老妇人冷笑：“你最好记住自己说过的话。”赵敬诚为了避免他跟马德才发生冲突，赶紧将他背回了家中，放到了客房的木床上。赵母见儿子从外面背回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女人，赶紧将她叫出屋来，轻声问道：“敬诚，这老婆子是干什么的？你背她回来作甚？”娘，那老婆子……哦，不对，银花婆婆说她无儿无女，如今无家可归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刚刚路过槐树岭的时候，她被毒蛇咬伤了，无法走路了，就让我背她回来住上几天，等把伤养好再说。赵敬诚如实回答。赵母急道：“哎呦，你个傻小子！他让你把她背回来，你就把她背回来呀！你若是背个年轻姑娘回来，我倒是没说的，毕竟你们还可以在一起培养一下感情，到时候娶她为妻。可是你背个老婆子回来是怎么回事呢？她既不能给你做老婆，又不能下地干活，而且你还要供她吃喝。你个混小子，咋比你爹在世时还要傻呢？”娘，银花婆婆说了，会给咱钱的。你别担心，赵敬诚知道老娘怕这个银花婆婆吃了她的白食，所以说她会给钱的。果然，赵大娘脸色一凛，厉声问道：“她拿根拐杖，打个空手，哪来的钱？她行动不便，暂时把钱藏起来了。你放心，她不会骗咱们的。”赵敬诚好一番劝说，赵大娘才同意这个银花婆婆在他们家里住了下来。银花婆婆见赵家母子生活拮据，吃得寒酸，次日一早便给了赵大娘3-2碎银子，让她去买些好吃好喝的回来。赵大娘得了银子，不仅脸上笑开了花，还答应银花婆婆不要把她来村里的养伤的事说出去，也就是说，要替她保守秘密，免得村人说赵敬诚的闲话。赵大娘拿人手短，自然不敢在外面乱说。赵敬诚见老娘跟那银花婆婆打得火热，心中也十分高兴。如此过了半个月后，银花婆婆竟没有离开的时候，而赵大娘为了长期从她身上榨些钱财出来，不但没有驱赶，还巴不得她长期在家里住下去。虽然赵大娘和赵敬诚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村中里正谢长发还是知道了那银花婆婆的事。6月22日这天早上，赵敬诚上山去挖草药后，谢长发忽然悄悄地找到赵大娘询问：“大妹子，听说你家里来了位客人，他已经住了半个月了吧？”里长，您消息真是灵通。赵大娘尴尬地笑了笑，轻声道：“没来向您报告，确实是我和敬诚的不对。不过那位客人是个快满70岁的老太婆了，走路又不方便，没什么危害的，您完全不用担心。”谢长发道：“话虽这么说，可咱们还是得多长个心眼呐。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赵大娘皱了皱眉道：“我问过他，
她说她叫李雪莹，我儿子叫她银花婆婆。她老家在成都府那边，成都距离此地好几百里。她一个快满70岁的老太太，是如何走到这里来的？谢长发继续追问，赵大娘不知如何作答，只得挠了挠脑袋道：“这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如等敬成回来，让他告诉您吧。李长，你想问什么？我可以当面告诉你。你进来吧。”银花婆婆的声音忽然在10余丈开外的小屋里响起，赵大娘和谢长发皆是吃了大大的一惊，这都能听见，那老婆子的耳朵也太灵光了吧！二人对望一眼后，谢长发提了步子，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银花婆婆的房间。赵大娘见状，忍不住就想上去偷听一下，可当她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户边时，谢长发已经满面春风地出来了。边走，她边笑眯眯地说道：“李大姐，你放心，若有人问起此事，我就说你是赵家的远房亲戚。记住了，大妹子，她是你们家的远房亲戚。”哈哈哈！说着，谢长发又对赵大娘交代了一句。赵大娘心头纳闷，这人吃错药了吗？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忍不住的，赵大娘进到银花婆婆房中问道：“你刚才跟我们李长说了什么？他怎是如此信任你？”银花婆婆淡淡笑了笑道：“有句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刚刚不过给了他几两碎银子，让他不要乱说而已。”原来如此。赵大娘点点头，又笑眯眯问道：“如此说来，老姐姐你还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了？”哈哈哈，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我能不能打听一下，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家里应该不缺钱吧？银花婆婆道：“我家以前是做生意的，所以我还有些余钱，你完全不用担心以后的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在你家里吃白食的。”赵大娘听了这话更是高兴，哈哈哈，我100个放心。正说着话，媒婆张忽然站在大门外吆喝道：“有人在家吗？”在。听得这声音，赵大娘慌忙跑出去，拉开院门，眉开眼笑地说道：“哎呦，张姐，您总算来了，是不是帮我们敬成物色到对象了？大妹子，你交代的事情，我怎敢不放在心上？”媒婆张会心一笑，被赵大娘拉进房中，喝了一口糖水道：“自从你上次给我说了敬成的事后，我就到处打听，如今终于从柳树丫那边找到一个叫柳念的姑娘。她今年虽然23岁了，但人长得不赖呀，身材又好，保证敬成见了喜欢。”啊，都23了，敬成才20岁啊！赵大娘听到这里，竟是一脸的焦虑。媒婆张依然是春风满面，哈哈哈！我说大妹子，你没听过女大三抱金砖吗？再说了，那姑娘肤色好，看上去水灵灵的，一点儿也不显老。你不信的话，我明天带她来你们家里吃个午饭，你看如何？那倒是好。赵大娘寻思着，能先见到人，那就再好不过了。不久，赵敬成从外面回来了，赵大娘将此事告诉了他，并给了他几十文钱，让他次日一早去集市上买些肉回来招待客人。赵敬成得知对方长得很是漂亮，心头竟是按捺不住的高兴。唯独银花婆婆却是板着脸道：“看人不能光看外表，有句话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赵敬成道：“呵呵，婆婆，其实我对外表也没什么要求，只要对方勤快孝顺就好了。如果长得还漂亮，那就再好不过了。”银花婆婆冷声道：“长得漂亮的女人光骗人，有什么好的？就比如什么？”赵敬成有些纳闷，银花婆婆欲言又止，只沉声道：“明天我也会帮你看看那个柳念，如果我觉得不好，你就不要答应这门亲事。”好的，
赵敬成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点头答应了。次日一早，这小子便去集市上买了些肉食，还有一个大西瓜回来。银花婆婆走到厨房，先自己切了一牙西瓜，边吃边埋怨赵敬成道：“笨，婆婆来你家这么久了，你还从来没买过西瓜招待，如今那柳姑娘来第一次，你们就招待的这么热情周到，就怕人家想要嫁给你是另有目的地。婆婆没买西瓜招待您，确实是我和老娘的不对。不过咱们还没见到那个柳念，可不能在背后说她的坏话。”赵敬成似乎有些生气了，银花婆婆不好多说，只得将未啃完的西瓜一丢，像小女人一样任性地说道：“我偏要说。”说罢，她摔门而去。赵敬成要忙着招待媒婆和那个柳念家人，自然也懒得管他。当然，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还要弄中午的伙食。柳念及他的母亲只看了赵敬成一眼，便告诉媒婆张，他们再没有任何意见，只需要赵家给80两银子的彩礼钱就成。赵大娘和赵敬成都看到了柳念，果然长得好看，对他都十分满意。然而二人都觉得彩礼钱太高了，于是赵大娘热情地将媒婆及柳念母女留下来吃午饭，目的就是再商讨一下彩礼钱的事情。刘老太看到赵家的寒酸，似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在赵大娘的一再劝说下，她同意把彩礼降到60两银子。赵大娘为了儿子的幸福，只得咬咬牙准备答应。哪知银花婆婆忽然坐到饭桌上，一脸鄙夷地盯着柳念道：“柳小姐，你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还好意思要赵家60两银子的彩礼钱吗？像你这种一点都不自重自爱的人，我看6两银子都不值。什么？这位柳姑娘怀了别人的孩子，不仅是赵敬成和他老娘，就连媒婆张都是一脸的哗然。你个死老太，你胡说什么？你凭什么说我女儿怀了别人的孩子？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刘老太立即厉声反驳。银花婆婆冷声笑道：“你怎么好意思说她还是黄花大闺女？我且问你，她若没有怀孕的话，为何我刚刚说话时，她和你的脸都红了？这很明显是你们做贼心虚呀！你冤枉我，我自然要脸红了。”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柳念忽然哭哭啼啼起来。赵大娘生怕把对方得罪了，不嫁给他儿子了，赶紧朝银花婆婆挤眉弄眼道：“哎呦，我的老姐姐，你可闭嘴吧，别在这里打胡乱说了。”银花婆婆道：“我没有胡说，你们若是不信的话，可以让她把左手臂露出来，看看还有没有那颗少女纱。”啪啦！此话一出，柳念竟是十分慌乱，以至于他面前的瓷碗都掉落在地了。刘老太估计瞒不下去了，只得愤然起身，冠冕堂皇地说道：“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待客的！哼，就你们这种人，以后就别想娶媳妇了。念儿，我们走。”说罢，他拉起柳念就走，而柳念也没有回头看赵敬成一眼，埋着头就匆匆跟着他娘往院门口走了。媒婆张没想到事情会闹得如此僵，当然，她也不知道那个柳念到底有没有怀孕，只一个劲儿地向赵大娘赔不是。赵大娘怪银花婆婆坏了她儿子的好事，不由得瞪着脸道：“你还真把自己当我们家亲戚了不成？好好吃你的饭不香吗？你为什么在那里插嘴？你看看，现在把客人气走了，若是让村里人知道了，以后不是要说我们家笑话吗？我是不想让你们吃亏上当，更不想让你儿子喜当爹。”银花婆婆振振有词：“你咋知道人家怀孕了？你咋知道她手臂上的少女纱不见了？”赵大娘还是一脸的诧异。银花婆婆犹豫了一下，忽然笑道：“我刚刚不过是诈唬他们母女的，
没想到他们不惊诈，果然上当。如此说来，那2个人还真不是什么好人。我看你才不是好人，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赵大娘气得直指着银花婆婆大骂。赵敬诚皱了皱眉，赶紧将老娘劝说了一番，同时为银花婆婆说了许多好话。赵大娘也是看在银花婆婆经常给她拿钱的份上，她才没有急着将她赶出去。此事过了4、5天后，银花婆婆还像往常一样住在赵家，却不主动给赵大娘拿钱了。赵大娘唯利是图，哪能让她在家吃白食？于是给银花婆婆下了通牒，赶紧先交10两银子出来，不然马上走人。银花婆婆道：“不好意思，我身上的钱都用完了，先欠着吧，有朝一日一定加倍给你。”没钱你说什么？走走走，赶紧走！赵大娘料得银花婆婆身上没有水可捞了，马上就捋起袖子准备赶人了。赵敬诚得知此事后，又替银花婆婆求情道：“娘，婆婆行动不便，看样子她身上的伤还没痊愈，你怎狠心把她赶出去呀？她行动不便，关我什么事？总之不能再让她白吃白喝了。”赵大娘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赶走银花婆婆，赵敬诚无奈，只得找了些衣物，将银花婆婆带到村西的一个山洞里，暂时住了下来。为了照顾她，这小子竟在山洞外搭了个简易木棚，简直比照顾他老娘还周到。这一点让银花婆婆颇为不解道：“敬诚，我与你非亲非故，你为何要这样对我呀？因为你年纪大了，再加上你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啊。万一有个什么3长2短，我这心里过不去。我娘比起你来还年轻，她目前还能自食其力，所以我暂时不用管她。”赵敬诚如实相告。银花婆婆听了，竟是一阵感动，连连点头道：“你小子可真是个大好人，既然你这么好，那我就嫁给你吧。”“什么？嫁给我？”赵敬诚一惊，又哈哈大笑道：“婆婆，你别逗我了，我都可以给你当孙子了，你怎么能嫁给我呢？这种话以后可千万不要说了，谁想让你给我当孙子了？”银花婆婆瞪了赵敬诚一眼，又从头上取下一副面具道：“你看我老吗？”说罢，她又将那一头假银发取了下来。赵敬诚这才发现，这位银花婆婆竟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仙女。你见状，赵敬诚瞬间激动不已。你这么好看，为什么要装成那么老的老太太？我银花婆婆不应该叫李雪莹了。只见她脸色一凛，顿时埋下头来。就在这时，一道冷笑声忽然从洞外传来：“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他偷了我的银子，想要躲过我的追杀，所以扮成了老太太。”话音刚落，一个手持长剑的中年男子就从林中杀气腾腾地走来了。赵敬诚还没反应过来，李雪莹忽然从拐杖里抽出一把软剑道：“没错，我是偷了你的银子，不过那些银子我都送给那些贫困百姓了。师兄，这些天以来，我之所以躲着不去找你，是因为我不想跟你再斗下去了。你赶紧收手吧，或许师父在九泉之下还能原谅你。”原来李雪莹跟这个中年男人萧剑是同门师兄弟，萧剑利欲熏心，投奔了一个王爷，他跟着这个王爷一起搜刮民脂民膏。李雪莹得知他的事后，便悄悄跟踪了他，找到了他的藏金库。随后他用1夜时间盗走了里面的上千两黄金白银，借以分给那些穷苦之人。为了不让萧剑冤枉其他人，李雪莹特意在藏金库的墙壁上用她的剑写了6个大字：“师兄，回头是岸。”萧剑得知此事后，自然是暴跳如雷，于是带了武器出来。
四处打探李雪莹的下落。上一次，李雪莹扮作迎花婆婆，在县城帮助了一个没钱治病的老汉后，就被萧剑盯上了。于是出了城后，二人就打斗了起来。当时李雪莹大病初愈，体力完全不行，因此在林中斗了几十回合后，就被萧剑刺了一剑。他料得当时打不过他，便跑进槐树岭的深草丛中藏了起来。萧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只得悻悻离去。后来赵敬成尿急，跑到草丛中撒尿，才将李雪莹救回家中。可怜这小子悉心照顾她多日，却不知她是一个漂亮的少女，更不知她身上的伤是剑伤，而不是被毒蛇咬伤的。得知了这一幕真相后，赵敬成竟是一阵讪笑不已。果然，长得好看的女人都会骗人。小子，你也知道被他骗了吗？哈哈哈！快跟我一起把他捉了，送到衙门里领赏去吧。萧剑一声冷笑后，便跟李雪莹打斗了起来。李雪莹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体力也得到了恢复，因此这次战斗，他丝毫不占下风。赵敬成得知这个萧剑不是好人后，就偷偷朝他背后丢了石子。萧剑分心，最终被李雪莹刺中。李雪莹将剑抵到萧剑脖子上，一脸严肃地说道：“师兄，我不想杀你。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谁赢了你，你就会答应谁一个条件，是不是？”“没错。”“说吧，你想要我做什么？”萧剑埋下头来，一脸沮丧地说道。李雪莹道：“我要你改邪归正，不要再唯利是图，为虎作伥了。你忘了你下山时，师父是怎么教导你的吗？”“师父让我多做善事，替天行道。”想起自己的初衷，萧剑更是羞愧不已。于是在犹豫片刻后，他使劲点了点头道：“师妹，谢谢不杀之恩，我答应你，以后再不干坏事了。我一定继承师父的遗志，多做善事，替天行道。”“好，咱们一起替天行道。”见萧剑真心悔过，李雪莹将长剑重新收回夹拐杖中。这时，赵敬成忽然意气风发地对李雪莹说道：“婆婆，能不能算我一个？我也想跟着你替天行道。”“可以，不过你得先嫁给我再说。”李雪莹含情脉脉地盯着赵敬成，不由自主地笑了。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男子晚上抓蛇，撞见少奶奶洗澡。少奶奶说：“我要跟你走。”明朝正德年间，万县西南方的小村子里住着一个叫徐小山的年轻人。这小子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高大，一副英雄气概。他为人勤快，力气又大，无论是耕田、打猎还是家务活，他都做得井井有条。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好小伙子，却因为家里太穷，到了23岁都还没有娶到媳妇。在那个年代，23岁还没结婚已经算是晚婚了。徐小山的父母为此急得团团转，整天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孤独一生，无依无靠。徐小山却显得非常淡然，他总说：“爹娘，不用担心，媳妇早晚会有的。”正德3年6月的一天早上，徐小山背着弓箭，牵着猎狗，像往常一样上山打猎。野兽的咆哮声和树叶的摩擦声在耳边回荡，徐小山的心跳加速，期待着这天能有满满的收获。大约在晨时，一人一狗来到了万寿山中。忽然，猎狗小黑汪汪汪地狂吠起来。徐小山手拿弓箭，顺着猎狗的叫声看去，只见一匹大灰狼正在崎岖的山路旁扑咬一个穿着不凡的路人。那路人连滚带爬，吓得不轻。徐小山救人心切，二话不说就张弓搭箭，对着那大灰狼就是一箭。只听嗖的一声，大灰狼应声倒地，
猎狗趁机扑上去，对着那大灰狼就是一阵乱咬。那个路人惊叫着，失魂落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徐小山走上前去，看了那路人几眼，发现他只是受了惊吓，并无大碍，这才问道：“你是何人？这一大早的，上到万寿山作甚？”这人大口喘气，缓了缓神道：“我叫张明，是县城中员外家的管事，此次下乡收租，不曾想经过此处时迷了路，被这恶狼给盯上了。”原来如此，徐小山点了点头。张明又抱拳行礼道：“小兄弟，敢问尊姓大名？今日幸好遇到了你，否则我就交代在这里了。我叫徐小山，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徐小山见张明没事了，便摆了摆手，准备扛上大灰狼离开。张明却一把抓住他手道：“许兄弟，你救了我一命，我无以为报。这样，以后你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来城里找我。”徐小山笑了笑，没有在意。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这个张明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那么多的意外和惊喜。几个月后，徐小山的父亲突然病重，需要一笔巨额的医药费。徐小山东拼西凑，可还是差了许多。无奈之下，他突然想起了张明，虽然心里有些忐忑，但徐小山还是决定去找他。到了钟家门口，徐小山有些拘谨，他敲开了门，没想到开门的正是碰巧外出的张明。张明一见恩人，立刻热情地拉住他的手，招呼道：“许兄弟，你怎么在这里？快进来坐。”徐小山站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明了来意。张明听后，立刻转身去税屋，拿出10两银子道：“许兄弟，这些钱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够了，够了，多谢张大哥。”徐小山眼噙泪水，情不自禁地要跪下来向张明表示感谢。张明赶紧将他扶起道：“你救了我一命，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徐小山也不多言，转身就去找郎中给父亲看病了。就在这时，钟员外来到了门口，他见张明正望着徐小山的背影出神，便问他道：“这人你认识？”“老爷，那是我恩公。”张明点点头，道：“明了事情原委。”钟员外听后点点头道：“如此说来，你小子还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嘛！”哈哈哈，我果然没看错人，老爷过奖了，救命之恩不敢忘啊。张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钟员外又道：“我看这个徐小山生得十分魁梧，是个干活的好把手。你问问他愿不愿意来咱家做工，愿意的话包他吃住，每个月再发100文工钱。我马上就去找他，谢谢老爷。”张明知道这是钟员外卖给他的面子，他心头一喜，立即追着徐小山的身影去了。不久，在宋氏药房，张明找到徐小山，道明了来意。徐小山听了非常激动，他道：“我倒是愿意来钟家干活，不过我父亲现在还生着重病，我娘一个人又无法照顾他。张大哥，能不能麻烦您问问钟老爷，等我爹病好了，我再来钟家干活咋样？”“完全可以，我们老爷最喜欢你这样的孝子，我马上向他禀报。”张明一点头，立马回钟府去了。徐小山则请了个郎中，雇了辆马车，急急忙忙给徐老汉瞧病去了。郎中医术颇为高明，徐老汉本来已病入膏肓了，但吃了那郎中所开的6副中药后，他竟在半个月后恢复如初了。徐小山为了还张明的钱，便拜别了父母，去到了钟员外家里做工。张明为了报恩，对这小子颇为照顾，不但让他干最轻最简单的活，还给他吃其他长工都吃不到的肉食。一天晚上，徐小山正在庭院中忙碌着，
这时，一扇半掩的窗户突然开了，一股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他好奇地向窗内望去，只见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坐在窗前，低头绣着一块锦帕。这个女子名叫灵儿，是中员外的小妾。灵儿虽然出身贫寒，但她的美貌却足以让任何人为之倾倒。她的眼神中透出一股迷人的韵味，让徐小山一眼就沉醉其中。然而，灵儿的命运却十分悲惨。因为家境贫寒，她在16岁那年被父母卖到了钟家，成为了钟员外的小妾。尽管如此，她依然保持着善良和纯洁的心。徐小山不知不觉地走向窗边，想多看灵儿几眼。突然，灵儿抬起头，向窗户方向看了一眼，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恐，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绣品，向窗外走来。徐小山慌忙躲藏起来，心跳加速。他看着灵儿走出房间，向庭院走来。他悄悄跟在她身后，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担忧。夜色中，灵儿站在庭院中央，她的美丽让人不忍直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做什么决定。徐小山心生疑惑，他这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一双黑手从背后将他紧紧抱住。徐小山惊恐万分，转头一看，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他身后。你是谁？徐小山惊慌失措地问。我是赵四。来人回答。这家伙也在钟家干活，是个阿谀奉承的主。徐小山看不惯他的德性，曾跟他吵过嘴。徐小山，你不干活，却躲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你想偷东西？赵四怀恨在心，污蔑道：“我没有。”徐小山心中暗叫不好，他很想挣脱赵四的束缚，但对方的力气太大了。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忽然从旁边传来：“赵四，放开他！”是灵儿。徐小山愕然地回头，发现灵儿正一步步朝他们走来。赵四知道钟员外最疼爱这个灵儿，不敢得罪他，只得松开了徐小山的手臂，望着灵儿道：“少奶奶，这小子不干活，却鬼鬼祟祟躲在这里，我怀疑他想偷东西。”灵儿打断道：“他怎么可能偷东西？刚刚有只老鼠吓了我，又跑到这里来了，是我让他来这里抓老鼠的。”赵四听灵儿这么一说，也不敢再有多嘴。经过此事，徐小山更觉得这个灵儿漂亮，体恤下人。为了报恩，他用第1个月所挣的工钱，悄悄给灵儿买了只钗子。灵儿爱不释手，整日悄悄揣在身上。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钟员外去朋友家喝酒去了，很晚都没有回来。灵儿料得他即便回来了，也不会再来找他，于是他脱了衣衫，准备洗个澡后就睡觉了。哪知他刚脱掉外衣，一条黑蛇竟从木桶下爬了出来。灵儿吓得大惊失色，碰巧徐小山路过他的闺房外，以为他遭遇了不测，就不顾一切冲入房中，直到看见那条黑蛇，徐小山才知灵儿是被他所吓。徐小山二话不说，将蛇抓起后丢出了屋去。灵儿心里还有余悸，竟不顾一切扑入徐小山怀中。徐小山早就对灵儿动了情，见四处无人，便赶紧关好门，情不自禁地跟灵儿做了那羞羞之事。没想到灵儿早就喜欢上徐小山了，二人如鱼得水，从此后经常偷偷约会。随着感情加深，灵儿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了。她告诉徐小山，她不想再跟钟员外一起过了，她想带着她的私房钱跟徐小山一起远走高飞。她要为他生儿子，还要替他孝敬父母。徐小山被灵儿的决定感动了，他看着她坚定的眼神，心中涌起一股温暖。他轻轻握住她的手，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开始策划逃跑的计划。
在计划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混出钟家的大门。他们观察了几天后发现，守门的仆人赵四只有在接到钟员外或者管事张先生的命令后才会打开大门。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守门的仆人相信我们有急事要出门。徐小山皱着眉头说道：“我们可以假装生病。”灵儿提议道：“好主意。”徐小山点头赞同。我就说你要去看病，需要我陪着。于是他们开始等待时机。终于1个月的一天晚上，守门的仆人赵四喝醉了酒，醉醺醺地倒在门边睡着了。这正是个好机会。徐小山和灵儿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绕过，打开了大门。他们走出大门后，迅速藏到了宅子后面的一片小树林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悄悄离开了钟家，踏上了通往自由的旅程。在路上，他们谈论着未来的生活。徐小山说：“灵儿，我们会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灵儿微笑着靠在他的肩膀上，心中充满了希望。就在他们快要走出小镇的时候，突然从路旁的草丛中冲出几个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影走到他们面前，恶狠狠地说道：“你们这2个小贼，竟敢偷我的财物！今天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徐小山和灵儿惊恐万分，他们认出了这个人就是钟员外。原来钟员外早就得知了灵儿和徐小山的计划，故意设下陷阱，让他们自投罗网。钟员外对手下的人挥了挥手，一群人便冲上前去，将徐小山和灵儿绑了起来。他们被带回了钟家，关进了一间小黑屋。接下来的日子里，徐小山和灵儿被关在黑暗中，遭受着无尽的折磨。钟员外不仅将他们绑起来拷打，还威胁要杀了他们。徐小山痛苦不堪，他知道自己和灵儿已经陷入了绝境。然而，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的感情却更加深厚了。他们相互安慰，相互支持，发誓要一起战胜黑暗，重获自由。就在他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天晚上，小黑屋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人影走了进来，为他们松开了绑。原来，这个人是钟家的管事张明，他早就想将2人带离苦海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好在这晚，钟元跟县太爷一起喝酒，喝醉了，他似乎忘记了徐小山曾经救过张明一命，似乎忘记了张明为了报恩会背叛他，不然的话，他就会找人把张管事也关起来了。此刻城门已经关闭，不过南城门下有个狗洞，你们可以顺着那个狗洞爬出去。许兄弟，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带上少奶奶，赶紧离开这里，千万不要再回来了。为徐小山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衫后，张明又拿出装了12两银子的包袱，强塞到徐小山手里。徐小山满含热泪地问：“张大哥，我们走了，你怎么办？钟老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曾救过钟老爷的命，你们放心，他不会对我下狠手的。你们快走，赵四已经被我灌醉了，倘若他醒了就来不及了。”张明边说边将2人往门外推，徐小山和灵儿都不敢怠慢，急忙按照张明的指使出了城。担心钟员外报复，徐小山连夜回到村后，叫上父母，简单收拾了些行李，去到广元府那边投奔亲戚去了。在广元县城找好房子后，徐小山用张明给他的钱，为灵儿开了个裁缝店，他则跟徐老汉一起卖起了豆腐。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徐小山很快发家致富了。为了报答张明的恩情，徐小山曾派了个信赖之人去钟家找过他。张明听说徐小山发迹后，就辞别钟员外，悄悄去了广元。这还真是好人好报啊！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都看到这里了，点个订阅再走吧。